2万年的时间，对神仙老说还真的不算什么。可小滚滚已经初有少年帝君的模样了，眉长入鬓，细长温和的双眼，秀挺的鼻梁，白皙的皮肤，一头柔顺如同瀑布般的银发披肩而下，一袭紫衣加身，掩盖不住高大挺拔的身躯，苍河在手，行云流水般的剑法，英气更甚。凌厉的剑气穿梭在桃林间，桃花纷纷飘落，随着滚滚的剑招，形成一股强大的桃花漩涡，倒也美轮美奂。正值凤九和东华过来看滚滚的日子，二人看着如此的滚滚，会心一笑。凤九更是呆住了双眼，这样的背影与身边的人如出一辙。东华，你看看滚滚，像极了你。我的儿子自然像我。走吧，去看看他。东华牵起凤九的手，走上前去。滚滚眼睛的余光看到了自家的父君娘亲来了，也停下了手中的剑，赶忙上前行礼道：儿臣拜见父君娘亲。起来吧，看来你的剑术又精进了不少。多谢父君，儿臣每日都有练习，师父也点拨了不少。滚滚从容的样子让东华很是欣慰。凤九毕竟是为娘亲的，自然是体恤了些，走上前去：滚滚，是不是练得辛苦了些？我看你好像瘦了。娘亲，儿臣都这么大了，不要再叫我滚滚了，我喜欢父君赐予儿臣的名字旭瑶。再说儿臣没有瘦，每日吃得好，睡得好，师父和外公对旭瑶很好。好，娘亲叫你旭瑶，没瘦就好，不然娘亲真是会心疼的。凤九有些哽咽地说道。滚滚很懂事的拍了拍凤九的后背：娘亲，儿臣很好，您放心吧。你师父呢？东华走到凤九身边，握住了凤九的手。滚滚自然而然地往旁边挪了几步。回父君，师父在石桌边用茶呢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东华牵起凤九，滚滚紧随其后。此时的折颜正在桌边与白珍喝着茶，闲聊几句。白珍先看到了东华和凤九来了，起身相迎。帝君、小九，你们来啦。东华点点头，凤九则是回应道：四叔、折颜。后面的滚滚也随之行礼：师父、外公。折颜紧跟着招呼道：来来来，坐坐坐，都不是外人。大家都坐了下来，滚滚在东华的示意下也坐了下来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是在验收成果来了？折颜开玩笑地说道。呵呵，不用验收，旭瑶都说了，师父很用心。刚才我见他的剑法又精进了不少，自然知道上神定是倾囊相授了。东华笑着说道。哎呀，看来我要做顿好的慰劳你呀，折颜。那是必须的，我和珍珍岛是许久没有吃过你烧的菜了，想念得很。老凤凰，你自己嘴馋了，还非得带上我。珍珍，你怎么就不懂什么叫做看破不说破呢？不过说真的，帝君、小九，如今这小子的成就，只能说一小半是我和珍珍的，关键是他自己，这脑子可不是一般的灵活，天分极高，假以时日，我定是教不了了。我想着昆仑虚必然还有些可学的，送去墨渊那儿再练练，估计就能接帝君的班了。滚滚一听不乐意了，来忙问道：师父，你和外公是不要我了？怎么会，只是你将来要接你父君的位置，自然得多学一点东西。墨渊上神和你少婉姑姑那儿定然有你所需要学的内容，我这桃林你想来就来，师父永远欢迎。帝君、小九，以为如何？帝君、小九，我认为折颜言之有理。白珍难得如此认真。我也正有此意，我和九儿都希望他能够多学一点，将来我们撒手了，他可以应对自如。旭瑶，今日娘亲和父君来，就是想带你去墨渊上神和你少婉姑姑那儿去的。父君、娘亲、师父，那我日后还能来此吗？东华和凤九点点头，折颜笑着说道：自然可以，我和你外公也会常去看你的，对吧，珍珍？不错，我们都会去看你的。那好，父君、娘亲，儿臣去便是了。别急啊，要去也得明日啊，今日我们还要尝一尝你娘亲的菜呢。好，我去做，你们几个在这儿等着，一会儿就好。凤九起身欲往厨房走去。娘亲，儿臣陪你。好，走吧。母子俩有说有笑地往厨房去了。
凤九和滚滚去了厨房后，石桌边的折颜又开始嘚瑟开来了，有些傲娇地说道：“如何，珍珍？我说总有一日这小子会喜欢我吧？看吧，不过是去个昆仑虚，就如此舍不得。”折颜边说说边给东华倒了杯茶。他哪是舍不得你呀，这明明就是舍不得桃林，舍不得我。白珍指了指自己，对吧，帝君？二位上神，何必相争？他与二位的感情怕是不比于我和九儿的浅吧？以后他要是想来这里，我和九儿定然不会不允。呵呵。折颜和白珍相视一笑，举起茶杯敬向东华。翌日，滚滚暂别桃林，随着东华和凤九前往昆仑虚去了。滚滚在桃林的这2万年，东华和凤九也曾造访昆仑虚，可就是没有带滚滚，是不想妨碍他学习。如今这要入昆仑虚，自然也是要带着去的。也就是这2万年，昆仑虚平日练习的校练场的队伍里，出现了一个身穿红衣的少年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墨渊少婉之女墨菲林。3个人来昆仑虚之时，正值训练之时，墨渊和少婉正站于大殿之中，看着不远处弟子们操练着，便看到了东华、凤九、滚滚从云头落下。一时，弟子们停止修炼，恭敬地行礼。昆仑虚弟子拜见东华帝君、帝后。众人还未见过滚滚，尚不知这就是太晨宫的少帝君。哟，今日倒是稀客呀，小九九，你舍得过来了？东华和墨渊互相点点头。九姨父，你来了。蟈蟈特别喜欢小九，总是撒娇地喊着凤九九姨，而对于东华就是一声九姨父。凤九喜欢，东华也不怪责，也就一直这么叫着了。我们蟈蟈越来越漂亮了，小九九，你就别夸她了，成天臭美死了。我是觉得蟈蟈越来越漂亮了，是不是啊，蟈蟈？小九九拍了拍蟈蟈的手，就是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变漂亮了呀，是吧，众位师兄？墨渊的弟子们未敢出声，但都憋着笑得点点头。要知道昆仑虚除了许久未回来的白浅之外，就这一个女娃娃了，自然是被宠着长大的，无论怎么个调皮捣蛋，总会有人替她扛着。这估计在凡界的话，这小蟈蟈就是山头一霸了吧。而站在一旁的滚滚看着这么疯疯癫癫的蟈蟈，则是一脸的嫌弃，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。正好被蟈蟈瞧见了。哎，我说你是谁？什么表情？难道我不漂亮吗？滚滚皱着眉头，摇了摇头，往东华身边挪了挪，没有正面回应。蟈蟈有些气不过，抡起手中的剑就冲着滚滚刺了过去。当然不是真的想对滚滚做些什么，只是想杀一杀滚滚的锐气，解气罢了。滚滚自然也会闪躲，只守不攻。凤九有些急了，我说你们都给我停手。别，继续，小九九，跟着你们来的这小子身手不错呀，让蟈蟈与他过招也不错。别急，我看他很是懂得分寸，不会伤到蟈蟈的。凤九摇了摇头，少婉姐姐，你看出他是谁吗？他……少婉仔细地看了看，难道他是滚滚？凤九和东华点点头，正是。他的胎记呢？少婉不解地问道。东华走近了些，说道：他自己隐去了，今日出门也换去了平日穿的紫衣，换成了一袭白衣。墨渊上神，你看如何？还别说，东华，你儿子可比你好看。少婉又打起了心里的小九九，哈哈，这是他女婿。帝君之子果然非同凡响，这身手确实不错。那拜入昆仑虚如何？拜入昆仑虚？墨渊和少婉异口同声地反问道。东华和凤九同时点了点头，凤九更是上前挽上少婉的胳膊，少婉姐姐意下如何呀？祖宗我觉得甚好，我喜欢，哈哈，是吧，阿渊？我做主收下了。少婉心里想的，凤九怎会不知？女婿，呵呵，那也得滚滚愿意才行。这看着眼前这2个人就不对付，只能看他们的缘分了。好，婉婉说好便好吧。墨渊也跟着点点头。战神墨渊这辈子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惧内了吧。此时打了半天的滚滚和蟈蟈总算停了手，蟈蟈还是有些不服气，不过嘴上倒是乖了些。小子，看不出来身手挺不错呀。承让，定然是会好过某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丫头片子要好一些。滚滚理了理衣衫，连头都没有看蟈蟈。你个坏小子，
你说谁不知道天高地厚呢？看来我不跟你动真格的，我就是不是莫非玲。蟈蟈正撸起袖子，准备再战一场时，被少婉喊了停。谁都宠着他，唯独少婉倒是大大咧咧，该罚便罚，所以还是有点顾忌的，只能乖乖地站到了墨渊的身边。爹，还不忘晃了晃墨渊的胳膊。你别闹了，你再闹你也打不过他。墨渊小声说道。爹，你怎么长他人志气，灭女儿威风啊？我输了不要紧，可没面子的是爹。你可知道他是谁？他是谁？蟈蟈重新打量了蟈蟈，仔细看了看。他是你九姨的儿子，东华帝君之子。是啊，蟈蟈，他是我的儿子，你的哥哥。旭瑶，快来拜见你少婉姑姑和墨渊上神。凤九招手，滚滚走上前去。是，娘亲。滚滚行了个大礼，旭瑶拜见少婉姑姑，墨渊上神。起来吧，大家进殿叙话。蝶风，你先带大家下去吧。是，师父。蝶风带走了弟子们。东华、凤九、墨渊、少婉、滚滚、蟈蟈则进了大殿。长辈们走在前面，滚滚和蟈蟈走在后面。蟈蟈这个自来熟的，还亲昵地挽上了滚滚的胳膊。听说你比我大，我该叫你哥哥。我确实比你大，不过你好歹也是女孩子，这么挽着我不合适吧？滚滚眉头紧皱，想要扒开蟈蟈的手，但蟈蟈却不以为然。我都不介意，你介意什么？男女授受不亲。滚滚用了力，扒开了蟈蟈的手，快步走到了凤九的身边站定，避开了蟈蟈的眼神，这让蟈蟈很不爽。大家都坐了下来。帝君，小九，请用茶。客气。东华简略地回应道。墨渊上神，少婉姐姐，那滚滚拜师之事。凤九喝了口茶，直接开口问了。他女君多年，这些场面已经很熟练了。收下了。少婉虽然只说了3个字，可那语气豪气得很。旭瑶，还不快来拜师？东华朝着滚滚使了个眼色。滚滚点点头，走到殿中央，恭敬地跪下行礼。旭瑶拜见师父师娘。墨渊点点头，起来吧，从今日起你就是我昆仑虚的第19个弟子了。是，师父。来，再叫声师娘听听。少婉给了东华一个得意的眼神，感觉有种东华把痒送入虎口的感觉。是，师娘。滚滚很是听话的叫了一声师娘，让一旁的东华颇为嫌弃。你这昆仑虚这么多的弟子叫你师娘，你倒是听了不嫌腻。你说对了，祖宗我就是不嫌腻，更何况你东华之子拜我家阿渊为师，叫我一声师娘，这是一件多么大快人心的事啊。蟈蟈也来了兴致，很兴奋地说道，他是小19，我是小18，那我岂不是他师姐？哎呦，我终于不是最小的了，快叫我一声师姐。滚滚很是无奈，怎么都不肯开口，心里直直地默念着这个疯丫头。眼前的师父看着这么儒雅，怎么会有如此的一个女儿，真是不可理喻。飞灵，旭瑶是哥哥，你就别为难他了。墨渊替滚滚解了围。爹，飞灵，你是不是又想去给仙鹤洗澡去了？少婉看了蟈蟈，怎么说东华和凤九还在此，不能随便胡来，还不带着哥哥下去认识一下师兄们。哦，知道了，哥哥，请随妹妹来。蟈蟈恶狠狠地说道，冲着滚滚挤眉弄眼的，一股要秋后算账的架势。父君，娘亲，儿臣告退，师父师娘，徒儿告退。滚滚很是时的礼数，让东华和凤九颇为骄傲。墨渊很是欣慰，少婉更是打心眼喜欢。而蟈蟈则是鲜明对比了，这性子与年少时的少婉如出一辙。九姨父，爹娘，我走了呀。话音刚落，便拉上了滚滚的胳膊，跟我走吧。滚滚一脸无奈，凤九来之前说了好多次，蟈蟈是妹妹，不能欺负了妹妹，怎么办？便任凭蟈蟈拉着走出了大殿。小九，东华，你家这小子倒是教得挺好的，挺像年少的东华的。少婉称赞道。我记得墨渊上神年少时也挺好的。怎么？东华话说了半句，没有接着往下说了。在座的人怎么会不知道他接下去没有说完的话呢？飞灵性子野了些，昆仑虚就他一个女娃娃，师兄们都宠着，惯坏了，是该好生约束了。墨渊岛是实打实的接上了话茬。墨渊上神所言极是，
别像某些人成天惹是生非便可。嘿，东华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祖宗我啥样，我们家阿渊最清楚了，你少在这儿装得很了解我似的。邵婉瞥了眼东华说道：哎呀，你们两个都老大不小的，幸好孩子们不在，还斗嘴，我就喜欢菲林的性子，我觉着可爱得很。凤九打了圆场：是吗？小九九，你喜欢啊？那给你做儿媳妇可好？不要，我不同意。东华一口回绝。婉婉，此时再斟酌吧。墨渊也劝了劝，这一个劲儿的上赶着，搞得他家果果嫁不出去似的。依我看啊，给他们时间，让他们自己处着，反正滚滚在昆仑虚拜师学艺，这成不成还得看他们自己，我们定了什么没用，是吧？邵婉姐姐。邵婉闷头点点了，今日吃了饭再走吧。好啊，看来我们来的是巧啊。珍珍，今日不用你做饭了，我们有饭吃了。没有想到哲言和白珍也来了。哲言，四叔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凤九好奇地问道。怎么就许你们来，不许我们来啊？哲言冲着东华和墨渊点点头，打了个招呼，自顾自地坐了下来。白珍见过上神，始祖。上神客气，请坐。墨渊点点头，示意白珍请坐。如何了？滚滚呢？还有你们家那只小凤凰呢？有没有打一架？哲言还真来看热闹的。如你所愿。凤九无奈地回道。还真打了。珍珍，如何？你看我说对了吧？哲言冲着白珍炫耀了番。好，算你赢了。白珍随意地回应道。东华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，嘴角上扬，倒也没有说什么。老凤凰，感情你是来瞧热闹的呀，可惜啊，你来晚了。邵婉又对上哲言了，看他穿着粉衣就不舒服。没关系，我来猜猜谁赢了，肯定是滚滚赢了吧，你才会如此气急败坏。没错，是滚滚赢了。不过呢，祖宗我不气也不急，他现在是我昆仑虚弟子，得了个这么厉害的弟子，祖宗我高兴。哲言看了看东华和凤九，点点头，哎呦，那是该恭喜恭喜了。这才像句凤凰话。行了，今日就留在这儿吃饭吧。小九九，我们走，准备饭去。我看你是让九儿去做饭吧，而不是你做。再说了，你会吗？这回东华不乐意了，这摆明了就是让凤九去做饭的。东华，好啦，我去就回，你现在在这儿跟他们说说话。凤九抢先回了话，免得二人又闹腾起来，两个老小孩倒跟果果和滚滚一般了。折腾了半晌，滚滚拜了师，一大家子也吃了饭，东华和凤九又叮嘱了几句滚滚，才放心地离开了昆仑虚，回九重天去了。